你害怕黑猫吗？你会在室内打伞吗？你最忌讳数字13吗？无论你相信与否，这些迷信并不陌生。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敲木头，或避免踩在人行道的砖缝？尽管缺乏科学依据，这些奇怪的迷信和做法确实有着奇怪而特别的起源。由于涉及一些超自然因素，许多迷信的起源与宗教有关，比如数字13与圣经里最后的晚餐有关。耶稣基督和12个门徒吃饭，随后耶稣被抓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此人们认为一桌13个人会带来厄运。后来13逐渐变成一个不吉利的数字，现在被称为13恐惧症的现象很普遍，以至于世界各地很多建筑都跳过第13层，直接从12跳到14。当然，很多人相信最后的晚餐是真实存在的，但其他来源于宗教的迷信鲜为人知。敲击木头被认为源于古代印欧的民间故事，或者可能源于更早之前的人们，他们相信树木是各种神灵的家，抚摸树木可以得到保护，或者受到神灵的保佑。而且尽管人们不再相信这些神灵，这个传统却保留了下来。现在从俄国到爱尔兰，许多国家的迷信都被认为是基督教之前的异教徒留下的。但不是所有的迷信都与宗教有关，有些来源于不幸的巧合和联想。比如，很多意大利人害怕17这个数字，因为罗马数字17可以重组为 Vici， 意为生命到头。同样，数字4的发音在粤语中听起来和死是一样的。这在日语和韩语里也一样，他们借用了中国数字。由于数字1听起来像要，数字14听起来像要死，于是电梯和国际酒店都避免使用这些数字。无论你信不信，有些迷信其实是有道理的，至少是在我们了解他们渊源的前提下。比如，舞台背景板由大块的布景组成，舞台助理需要通过吹口哨来示意拉上或放下布景，其他人随意吹口哨可能引起意外。但是后台不允许吹口哨的禁忌现在仍然存在。很久以前，人们就已经开始用耳机沟通。同样的，一根火柴点3根烟，确实会带来厄运。如果你是一名藏在掩体的士兵，一根火柴燃烧太久，会引起敌军狙击手的注意。大多数烟民无需再担心狙击手，但是这一迷信依然存在。那么为什么人们依然相信这些被遗忘的信仰、巧合以及过时的忠告？他们是完全不理性吗？没错。但对于有些人，迷信更多源于传统习俗而非有意识的信仰。毕竟没有人一出生就知道要避免在梯子下面走，或是在室内打口哨。但是如果家人告诉你要避免这些迷信就有可能会令你不安，哪怕过后你理性的明白没有坏事会发生。而且像敲一下木头这样很简单，遵从迷信的做法比有意识的抗拒它更容易。况且迷信常常似乎有效，你可能记得穿着你的幸运袜子打了一个全垒打，这只是我们的心理作用。你不记得有多少次你出局的时候也穿着同样的袜子，但是相信它们有用，确实会让你打得更好，让你感觉对比赛有更大把握。所以像在体育运动中，信心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，那些看似荒唐的迷信便不再那么荒唐了。确保您订阅这个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鲜玩意儿的机会。